各位爱编织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爱织的频道，我是艾芙琳。在上一集，艾芙琳跟大家分享了小老虎的制作，但是有虎头就不能蛇尾。在这一集，艾芙琳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它的身体要如何钩织。所使用的线材一样是4股牛奶棉、金黄色、白色以及棕色，还有2.5的钩针。首先，我们要从它的4肢开始。第一圈，我们先环起毛线，在左手绕线之后，用钩针引出线来锁1针。接着在这个圈里钩织6个短针。起针的第一个针目不容易辨别，你可以在这个针目上扣上一个记号扣。这个针目是第一圈的第1针。接着继续钩织剩下来的5个短针，这里用的短针跟头部钩织时一样，用的是十字短针。第一圈的6个短针结束，先收紧线圈。我头尾不做引拔，也是采螺旋式的方式钩织，直接在第一圈的第1个针目上钩织第2圈。第2圈在每个针目上都加1针，一共12个短针。采螺旋式的钩织时，别忘记在每圈的第1个针目上扣上记号扣。接着我们继续在每个针目上做加针，也就是在每个针目上都钩织2个短针。接着从第3圈到第7圈，我们不做加针，在每个针目上都钩织1个短针。我在每一圈的头尾不做引拔，一直采螺旋式的方式钩到第7圈。你也可以以你习惯的圈钩方式去钩织每一圈。第7圈结束，我们就可以引拔断线。我们引拔在第7圈的第1个针目上，完成一只它的后脚。我们可以用钩针将这个断线的线头从引拔的这一个针目将线头藏到后面去。我们完成这样的后脚2个。而前脚的部分，第1行到第7行跟后脚是一样的，而不同的是前脚多了第8行到第10行。第8行跟第9行先钩织8个短针，再3个锁针。我们一样先在第1个短针上放上记号扣。8个短针结束之后，钩3个锁针，跳过剩下的4个针目，接着从第8圈的第1个针目上继续钩织下1圈。第9圈一样先钩8个短针，再钩3个锁针。接着第10行钩织8个短针之后，就可以引拔断线。引拔的时候可以引拔在上1行的锁针上，接着再断线。我们一样完成这样的前脚2个，接着就是它的身体啦。
身体跟上一集的老虎头类似，我们先环起钩8个短针。此时不知道你是否发现，环起6个短针或者环起8个短针，在钩织玩偶时是很常运用到的一种基本钩织方式。我们可以依照接下来的文字节钩织身体。而在身体的部分，第4行与第5行的加针跟圆形的拓展有点不同。我们先钩3个短针，然后在这个中括号里面1个短针1个短针的加针重复3次之后，再3个短针，最后这整个大括号的内容再重复钩织1次。第4圈总共完成30个针目，而第5圈也是先钩3个短针，接着重复钩织中括号里的内容3次，再3个短针，最后整个大括号再重复1次。第5圈总共完成36个针目。第5圈钩完，我们这个织片会有点偏向椭圆形，接着我就不再加针。第6圈先钩13个短针，第1针的这个位置会是老虎的背后。13个短针结束之后，这里就会是老虎的身体正面，接着我们就要将它跟后脚一起合起来。我们先将钩针穿进后脚最后引拔的这个针目，接着再继续穿进主体。我们在接下来的这3个对应的针目上各钩织1个短针，一共合并钩织3个短针。合并完1只脚之后，接着在主体的织片上钩织4个短针。接着再以同样的方式合并另外1只后脚。合并完第2只脚之后，在老虎主体的织片上再钩13个短针，回到老虎的背面。我们合并完后脚之后，先将后脚填入一些棉花。接着第7圈也是先钩13个短针。接着就会遇到老虎的脚，我们要在老虎的脚上钩1个短针，这里是合并的针目，这里是空着的下一个针目，在这里钩织1个短针，接着再用3个锁针过渡到另外一边。在另外一边，这个是合并的最后一个针目，我们要在它旁边右边这一个空着的针目上再钩织1个短针，然后再回到主体的织片上钩织4个短针。另外1只脚也是一样的方式，先在脚上钩织1个短针，再3个锁针，又在脚的另外一边钩织1个短针。接着再回到主体钩织13个短针。
我们重复第7圈的钩织2遍，完成第8圈跟第9圈。注意钩在脚上的短针入针的地方都是与主体连接，旁边空着的那一个针目。我将脚与身体的结合是用钩织的方式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如果你用的是先钩完身体之后再将脚缝合到身体上，那样也是可以的。钩完第9行，在每一只脚上面都会剩下3个空着的针目。而在第10行，除了钩在主体上的短针，在每个脚上会有3个短针，这3个短针是钩织在剩下来的这3个空着的针目上。钩在脚上的这3个短针可以与上一行的这个锁针链合并一起钩织，这样子会比较紧密。接着是中间腹部的这4个短针，注意这里是脚与身体连接的短针，跳过它，从下一针开始钩织腹部的4个短针。接着又遇到另外一只脚，也是在空着的这3个针目与上一个锁针链合并钩织3个短针，然后继续13个短针，完成第10圈。注意这里也是脚与身体合并的针目，我们是从左边这里开始钩织13个短针。这样这只小老虎的后脚已经与身体完全合并起来啦。接着第11行到第14行，在每个针目上都钩织1个短针，每一行会有36个短针。从第15行开始，我们要一边减针，一边跟小老虎的前脚合起来。我们先将小老虎的前脚填上一些棉花。第15行，我们先钩3个短针以及1个短针的减针，循环钩2次。别忘记在第1针上别上记号扣。我的减针方式是一次挑起2个前半针，再合并钩织1个短针。接着我们要结合一只前脚，
我会让这只脚向上举起，所以结合的时候锁针链是朝向外面。我们从前脚上面这8个短针当中，从右边数过来的第3个短针开始与身体结合，合并钩织4个短针。接着3个短针，1个短针的减针，再3个短针。然后结合另外一只前脚，只是这只前脚不同的是，锁针链要朝着身体，而与身体结合钩织的地方是前脚在第7行上这4个空着的针目。接着又3个短针，1个短针的减针，循环2次，完成这一圈。第16圈，1个短针，1个短针的减针，再1个短针，循环钩2次，就会遇到前脚。我们在这只前脚结合的地方旁边的这一个短针上钩织1个短针，接着一样3个锁针过渡到另外一边，在这只前脚的另外一个空着的短针上钩织1个短针，接着再回到主体钩织。这时候老虎的腹部只剩7个针目，我们将这7个针目剪成6针，先钩织5个短针，再钩织1个短针的并针。接着另外一只前脚与它结合的地方钩织在这里，也就是前脚第9行最旁边的这个短针，原则上应该是第8行，但是我采螺旋式的钩织，第8行不明显，所以我钩织在第9行。接着再3个锁针过渡到另外一边，在这里这个短针就可以钩织在第8行最旁边的这一个短针上。最后回到主体，用1个短针，1个短针的减针，再1个短针，循环2次，结束这一圈。第17圈，先钩1个短针以及1个短针的减针，循环钩2次。接着又会遇到前脚，在这里在第10行结合的这个针目旁边的这个空的针目上钩织1个短针，接着再3个锁针过渡到另外一边，一样在前脚第10行这个空的针目上钩织1个短针，接着回到主体，无糖，你又来捣乱了。
我先来看看你勾的怎么样了。但是你遮住整个镜头了啦。我看你是肚子饿了吧，来撒娇。你先到旁边去吧，等一下喂你吃罐罐。小老虎的腹部这里剩6个针目，我们再减1针，剩5个针目。先勾2个短针，再1个短针的并针，再2个短针。接着遇到另外一只前脚，在这只前脚的第10行，这8个短针上做2并针，一共勾4个并针。接着回到主体，用1个短针以及1个并针循环勾2次，结束这一圈。现在我们可以将身体填入棉花。身体的最后一圈，第18圈，我们勾1圈短针。我们会先勾5个短针之后，遇到前脚的锁针链。然后在锁针链上勾3个短针，接着腹部这里包含与脚连结的2个短针，这里一共会有6个短针。然后4个短针在前脚上，最后的4个短针在小老虎的背部，完成第18圈。第18圈结束，就可以引拔断线，留长线缝合。我另外用白色的线为小老虎钩织腹部的白毛。我们先锁边起针5个锁针，之后再绕着这个锁针链钩织一个椭圆形。锁针链的头尾都会做加针，第2圈的头尾各加了2针，而第3圈头尾各加3针，这样织片就会成为一个椭圆形。第3圈结束，引拔断线。留长线缝合在小老虎主体的腹部。做缝合的时候，我缝合到起始的地方，我都会打个结，再将线头藏起来。接着我们就可以将主体与老虎的头部缝合起来。缝合的位置大概是从头顶往下数，第17圈到第18圈之间。缝合完脖子之后，接着缝合这只手，我让这只手向上举起，缝合在头部的侧边。头部的侧边缝合好之后，我将线引到脚掌这里，然后将脚掌像这样子往内折，并且在中心来回穿缝，让它变成一只招财虎。别忘了它的尾巴，我用主体的颜色环起钩织6个短针。接着我们每一圈都不加不减的钩织6个短针，以螺旋的方式一直往下钩，就会变成一条长长的尾巴。
我勾了15圈。第15圈结束，引拔断线，留长线缝合到主体上。缝合的位置大概是从底部往上数，第6圈跨到第8圈，在背部正中央站了3个针目。而我从尾巴底部往上数2行，这里跟主体缝合连在一起，这样尾巴就会往上翘。最后也是打结，藏好线头。乌桃，你看，小老虎跟你一样有尾巴啦。接着它的身体也要绣上虎纹，虎纹的数量大概是2到3条，四肢上的虎纹大概跨了3个针目。我也为它的每个脚爪都绣上了爪子。每个部分绣完之后，我都会将线引到起始点，打个结，再藏好线头。虎背上的虎纹绣法跟头部一样，也别忘记它的小尾巴。尾巴的尾端我也帮它绣上一点虎纹。这样小老虎的身体就完成啦。小老虎举起的这只手像不像在为你招财呢？大家趁农历年前赶快勾一只哦！这集分享到这边，喜欢的朋友订阅、按赞、加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集见喽，拜拜！